欢迎来到闲话日本，我是主讲人国威。连续说了几期医疗医生相关的话题，今天呢，我们换个方向，聊聊日本料理的代表寿司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，其实我们用的寿司这两个字，它是日文司喜这个词的拼音。我们知道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传入的，在过去的古代日本汉字传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一个问题，什么呢？汉字都是一字一义一音，就是一个汉字只有一个读音，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。这个可能和我们现在的中文的习惯还不太一样。比如我们今天说沐浴洗澡，听着跟一个词儿似的，但是在古代的中文里边呢，沐是洗头，浴是洗躯干，洗是洗下肢洗脚，澡是洗上肢洗手。这是四个字四个音，表示四个意思。所以古代这些日本人引入汉字之后就发现出问题了。这个因为日本的汉字啊，很多都是一字一义多音。比如说日文饭这个字，日文发音叫美西，两个音。除了饭这个正字之外，那还得给它配个拼音，要不然不认识的人不会读啊。拼音从哪儿来呢？就单门的摘了这么一批一字一音的汉字，专门的来做拼音用。这就是日语里边著名的万叶假名。后来万叶假名里边这些字的草书，慢慢的就发展成了今天的平假名，偏旁部首发展成了片假名，合在一起就是日文的拼写规则了。话题扯远了啊，我们回来接着说寿司。寿司的正字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和这个。这两个字不常见啊，但它不是日本人发明的，在中文里边就有，念意和炸。中文意思呢，大概都是腌鱼的意思。炸这个字是多音字啊，也可以念成炸，炸的话就是一种海蜇了。在日文里边，这两个字都是寿司。有什么区别呢？一般关东、东京这边用这个意字，大阪、关西那边爱用这个炸字。那会儿的寿司啊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，把鱼和贝类放到蒸熟的米饭里边，让这个米饭慢慢的糖化发酵，产生乳酸。这个乳酸渗透到了这个鱼肉或者贝肉里边，可以防止它腐烂，而且还可以保持食材的鲜度。这个方法也不是日本人的原创了，日本出现这东西的时候，在中国都已经用了快1000年了。汉书里边就写过，汉昭帝就是秦皇汉武帝的小儿子汉昭帝。汉昭帝呢，有一次钓鱼，钓了一条长3丈的鳝鱼，这么大的鱼开心啊，就让掌管膳食的这个官员做成一道美食，就是炸。一吃，骨肉青紫，食之甚美，朕心甚悦啊。这个腌鱼的技术后来就辗转出现在了日本。那日本海边的这些渔民捞上来鱼之后，就用这个方法去处理，然后去给朝廷上供。上供朝廷的时候写这两个正字儿实在是太复杂，为难自己也为难那些上级领导，就从万叶假名里边挑了2个好写又简单的好字儿，用来做这个拼音，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寿和司，司喜，英文好像也是这么叫的。这个寿司啊，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传统食物之一。按日本人说的，有鱼的地方就有寿司。古代的寿司刚才说了，其实就是一个保存海鲜的方法，还算不上一个美食的总称。那我们今天现代寿司的起源，一般来说认为是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的延保年间，1673年，就是大清的康熙帝撤三藩，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撤三藩那会儿，在日本的京都有个医生叫松本善辅，他发明了一种吃法，就是把各种的海鲜拿醋泡1个晚上，然后攥着米饭去吃。这个可能就是现代寿司的雏形了。然后又过了150年，在江户城，就是现在的东京啊，又出现了一个叫化屋宇兵卫的人，
在文正6年（1823年），大清李鸿章大人出生的那年，他把这个松本医生的做法简化，然后形成了今天的寿司。等再到了明治30年，就是戊戌变法，康有为上应召统筹全局者那年，日本开始普及电冰箱，还出现了专门的这些制冰的工厂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海鲜的保存水平啊，一下子就提高了。那寿司的种类呢，也就变得越来越丰富。味道的选择的增加，带来的是粉丝数的增加。最终这个寿司越来越普及，甚至冲出日本，走向世界。我知道很多国内的人啊，不太喜欢寿司，吃那玩意儿有心理抵触，是吧？觉得鱼腥、芥末辣，米饭又凉又硬，有的时候吃完了还得拉肚子。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呢，确实这个寿司要是做不好的话，确实没什么可吃的。我们家国内住在北京，基本上我觉得北京不错的寿司店不是没有啊，但真的是不多。因为一个好的寿司需要的是新鲜的食材，加上一个长期训练的职人，就是做寿司那个厨子。那么新鲜的食材成本一定高，那价格就肯定贵，那就不好卖。可是如果好卖了呢，可能就不那么新鲜了。就算有了好的食材，没有一个称职的厨师来处理，也没法发挥出这个食材最大限度的美味。我刚来日本的时候，想着得体验一下日本的寿司嘛，但是那会儿留学生吧，比较穷，就只能吃那些最便宜的回转寿司。寿司里边有一个常见的品类，就是那个鲑鱼子寿司。一直看过照片，看过电视，没吃过，满心期待的一口放到嘴里，哇，差点没把上礼拜的饭都吐出来，腥啊，真难吃。从此以后就再也不吃这个鲑鱼子了，有心理阴影。从那以后又过了大概10几年，我都已经来东京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医院的院长请我去吃饭，去了一家这老爷子常去的高级寿司店，结果一句话忘了说了，又给我上了一份这个鲑鱼子寿司。那个店一份寿司是2个，我这怎么办？是吧？你不吃不行啊，不礼貌啊。为了工作拼了。第一个寿司啊，生吞，就着茶水直接咽下去，差点没噎死。但是感觉好像还行，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吃。第2个心里有点底儿了，慢慢的一吃，鲜，好吃，真好吃，就是直接颠覆人生观啊！到现在呢，这个鲑鱼子我已经可以吃了，但是只限于高级寿司店。同样的一个鲑鱼子，这个差距那可能来自的就是食材本身和厨师的水平了。其实啊，所有的食材都会有诱人的鲜、香、甜等等，也可能有让人反感的腥、膻、苦等等。怎么样去化腐朽为神奇，去无存精，才是一个料理人真正值钱的地方。在日本的高级寿司店，一个料理人，一个寿司的厨师需要10年的修行才可以正式的出师。这10年都干什么呢？第1年就是洗碗、送外卖，站在店里边招呼客人。等到了第2年、第3年，可以开始焖米饭呀，炒个鸡蛋呀，处理一些贝类或者小鱼。到了第4年、第5年、第6年这3年，才终于可以站在这个寿司吧台的里边，但是只能做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，什么卷寿司啊，什么军舰寿司啊这些。想要做到这个握寿司最高级的，那是第7年、第8年、第9年以后的事了。这样一路走下来，一直熬过了第10年，才算是正式的出徒。之后呢，他可以选择留在店里边独当一面，也可以选择出去独立开自己的寿司店。日本人是真爱吃寿司。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，全日本的寿司店超过了35000家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日本所有的快餐店，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、乐天利、摩斯汉堡等等吧，这些快餐厅的店铺总和的5倍以上。
这么多的店，怎么能判断一个寿司店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？如果您来日本想尝一下本地的正宗的寿司的话，以我的经验，大概有这么4个判断的办法。第一个，那就是看攻略了，是吧？各种杂志的介绍，各种口碑网站的打分，社交媒体的推荐等等，按图索骥，找方抓药就行了。第二一个，您看看价格，一般呀，人均标准如果不含酒水，超过了1万日元，合人民币700块钱左右，这个店就不会太差。日本的价格相对来说呀比较公道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吃一顿寿司，便宜的店几千日元也没问题，几万日元也是它。那基本上贵的部分就是食材的鲜度和厨师的手艺了。第三，您看看这个店里的布置，有的寿司店呀就跟普通餐厅一样，几张桌子旁边围着这种小椅子或者沙发，这种的呀都不推荐，一定找那种带寿司吧台的小店，10个座以下，这种的味道一般来说都不错。因为什么呢？寿司是一个考量厨师技术的料理，讲究的是把这个鱼鲜食材呀在最后一个处理现场完成，客人呢一罐一罐的由这个厨子一边做一边吃。一个好的厨师同时可以服务的人，他是有上限的。这种吧台的结构呢，相对来说效率会好一些，但即使这样，它能同时提供的人数如果超过了10个，这个服务品质也不太靠谱。所以呢，好的寿司店规模一般都不大。第四，您看看菜单里边有没有三文鱼。日本的高级寿司店基本上都是不卖三文鱼的，主要的原因啊是高级的寿司讲究的是使用现捞现切的鲜鱼或者贝类。这种三文鱼如果是野生的话，它会有寄生虫，人工养殖的虽然好一些，但是也是需要冷冻再解冻才可以生吃。按照美国 FDA 的规定，必须在零下35度的环境保存15小时以上，或者零下20度冷冻7天才能够生吃。所以一般高级的寿司店呀就不再选用这个食材了。这么几个我自己总结的选择寿司店的小经验，仅供您来日本如果说想吃一顿的话做个参考。其实一讲啊，忽然发现这个关于寿司可说的其实还是挺多的。比如说我们吃寿司的时候，有人可能习惯把这个绿芥末呀融在酱油里边，然后蘸着寿司吃。这个吃法其实是错的，既破坏了绿芥末的味道，又破坏了寿司的营养价值。又比如说呢，有的人习惯吃的时候夹起这个寿司，直接就这么放到酱油盘里，那个米饭饭团啊都泡到酱油里边了，这个吃法也是错的。高级的寿司店一般来说酱油、绿芥末它都给你加在里边了，接过来直接就可以吃。如果口重一些的人需要补一点酱油的话，也是把这个寿司先横过来，用筷子也行，用手也行，用鱼生这一面稍微的蘸一点酱油，然后一口吃掉。那女孩子嘴小，一口可能吃不下，吃2口3口也没问题，但是吃到一半的这个寿司啊，一定不要放回自己的小盘里，这么做是不礼貌的。当然有一些寿司它上面有一些鱼籽啊，或者它的结构比较复杂，横不过来，怎么办呢？每一家寿司店都会有那个用糖和醋腌的姜片，用这个姜片蘸点酱油抹在这个寿司上边，再拿到手里边或者筷子夹起来一口吃掉。诸如此类吧。如果大家听着有兴趣的话，咱们可以底下给我留言或者私信继续交流沟通这个事儿。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